看这架澳航的波音747上居然挂着5台发动机，除了正常的4台以外呢，在其左翼靠近翼根的发动机的里面还又紧贴着挂了1台。这到底是为什么？其实不管是波音还是空客，都有先例在自己的飞机上挂个奇怪的发动机的。比如这架的配置呢，就非常抓人眼球，也是经常被大家拿出来说到的。另外还有这些样子的，明显就是把1台完全不同的发动机挂在了机翼的下方。它们呢都是新发动机的测试平台，就是专门用来挂上新发动机，然后飞到天上去测试它们的各种性能的。但是照片里面的这架澳航747就是一架标标准准的民航客机，并且呢，挂着的那台多余的发动机也不是用来测试的，它是用来救急的。2011年7月15日，一架刚刚从约翰内斯堡起飞前往悉尼的澳航747，在飞行大约1个小时之后，突然传来了一声巨响。原来其3号发动机也就是右翼内侧的发动机突然发生了故障了。于是机组人员呢，马上就将这台发动机给关闭掉，并且紧急返回约翰内斯堡。大约2个小时以后，这架带有故障的飞机安全降落了。好，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么才能快速维修它呢？澳航在自己的总部拥有大量的备件，包括发动机，但是在约翰内斯堡却没有，所以他唯一的选择就是从国内发一台完好的发动机过来，替换掉这台坏掉的发动机嘛。那该怎么发呢？普通的运输机机身当中是装不下这么硕大的罗罗 RB211 发动机的，而能够装得下的，比方说当时还没有被毁掉的安225，租一下又太贵嘛。海运倒是很便宜但是却要等太久。对于一家需要盈利的航空公司而言，让飞机停在地面上太久，同样也是接受不了的。于是最终他们就想到了这招，将一台备用发动机挂到另一架波音747的机翼下方，让它在执行下一次悉尼到约翰内斯堡的航班时呢，顺便送过去。所以这台发动机只是通过机械连接的方式挂到了机翼的下方，既没有接入飞机的系统，也不会提供任何的推力，反而呢还会增加一些阻力呢。好，故事的结束自己搞坏的东西当然还是需要自己负责任嘛。在换好了全新的发动机之后呢，这架波音747又将自己带有故障的发动机以同样的方式挂在了自己的机翼下方，飞回悉尼送修去了。1978年，彭齐亚斯和威尔逊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发现了一堆鸟屎。你一定会想那肯定是相当特殊的鸟屎喽，特殊到被全世界所追捧。是不是呢？先听我讲故事1964年，这2位物理学家就一心想要获得诺贝尔奖啦。于是他们就寻思着怎么才能够高效的做科研拿奖呢？趁热点，对不对？那帮21世纪做自媒体的就最喜欢这么干了。那热点是啥呢？是卫星通信。因为时间回到上个世纪60年代这种使用微波通过卫星来传递信号的方式呢，还是一件新兴事物。而只要是新事物，就一定有很多可以下手的地方。要是找对了切入点，那诺奖不就是手到擒来了吗？于是呢，他们就盯准了卫星通信中最大的那个痛点，找到环境中可能会影响卫星信号传输的干扰信号。只要找到它，把源头定位出来，自然就有办法给屏蔽掉了。环世界一个清澈的卫星通信不拿诺奖，诺贝尔自己都要从地里面爬出来抗议的。于是2位科学家就开始正式整活了，用一台老式的微波接收机开始巡视天空，尝试去寻找可能存在哪些种类的干扰信号。可是不论他们将接收机指向哪个方向，他们都能够探测到一种微弱的微波信号，似乎这信号无处不在怎么合理解释呢？不容易嘛。正当他们在苦思冥想之时呢，却意外地发现，原来很可能问题就出在他们自己身上，因为他们看到有一群鸽子，正在接收机上面筑巢，拉下来的粑粑在接收机的表面就留下了一个白色的涂层。问题就一定出在这儿了至少彭齐亚斯和威尔逊是这么强烈希望的。但是在赶走了鸽子，清掉了鸟粪之后呢，微波干扰依旧存在，他俩就傻了。当时傻呢，是因为研究进入了死胡同；后来傻嘛，是因为原来发现鸟粪就可以拿诺贝尔奖当然这是玩笑
我们现在知道了啊，他们发现的这个微波信号呢，叫做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是宇宙在大爆炸之后所残留下来的余温，而它呢，为宇宙的起源提供了关键证据。这才是彭齐亚斯和威尔逊获得诺奖的原因嘛。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给你听呢？第一啊，是因为我想让你买这本书啦，《天文终极之问》啊，这是本书当中的其中一个故事，我认为它还是挺有意思的，就分享给你看看能不能成功引起你的兴趣喽。第二呢，是因为这个故事啊，可以回答我们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研究一个跟我们过日子看似毫不相干的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呢？比如我们探月，我们探火，我们探测深空，到底有什么用？你看啊，在这个例子里面呢，两位科学家原本只是想研究微波，结果却直接把宇宙起源的证据给意外挖了出来，是不是赚翻了呀？他就告诉我们，别把结果看得那么重要，只要喜欢呢就去做，过程对了，结果往往比你想要的还要好很多。看天文书也是这样啊，它也许不能马上给你带来什么，但是它一定能够帮助你形成看待问题的宇宙视角，以一种更加谦卑的心态去洞察周围的一切，就会更加的透彻，更加的清晰，就会做出更好的决策，就会遇到更好的自己。这本书啊，你值得细细品读。对于我们来说，保持一个正常的血压水平对身体健康至关重要。但是对于长颈鹿来说，它从一出生呢，它们就是高血压的宝宝了。长颈鹿是世界上最高的动物，身高可以达到6到8米，连刚出生的长颈鹿幼崽都有1.5米高啊。它们眼睛往地面一扫，就有离地2、3层楼的即视感了。走起路来呢，那真是非一般的感觉啊！脖子更是长得离谱，把大脑和心脏支得老远了。人的大脑到心脏呢，不过20几公分，脑子里面有什么想法，立刻就走心了。但是对于长颈鹿来说，大脑到心脏却隔着1层楼的距离，是足足有3米啊！大脑住2楼，心脏却只能做它1楼的邻居了。这个距离对于心脏来说啊，是一段很长很长的路。长颈鹿的血压于是几乎就有人类的3倍啊！只有这样，心脏才能够把血液输送到遥远的大脑。如此高的血压，就需要长颈鹿有一颗非常强大的心脏。长颈鹿的心脏有65厘米宽，11公斤重，大约是人类心脏的30倍大。除了要有如此巨大的心脏啊，长颈鹿还需要快速的心率来维持血压。它们的心率大约为150次每分钟。人类呢，只有在进行短跑等剧烈的运动时，心率才能达到这个水平。由于头部和心脏血压差过大，长颈鹿很少低头，甚至连睡觉都是站着的。但喝水就必须要低头了。当长颈鹿低头饮水时呢，头部低于心脏，这个时候大量的血液就会融入大脑。按照道理来讲，长颈鹿会因为脑溢血或者是血管破裂而亡的。但事实当然不会啦，长颈鹿身穿一套强大的塑身衣，那就是它全身紧绷的皮肤和筋膜了。这层皮肤呢，有利于下肢血液向上回流。同时，长颈鹿的腿上还穿着一条弹性十足的紧身裤，那就是包裹在血管周围发达的肌肉了。这些肌肉组织呢，能对血管进行施压，控制血流量，防止水肿。长颈鹿的塑身衣让科学家眼前一亮。长颈鹿通过天生的皮肤控制血管压力，我们也能人为的制造这样一套皮肤来保护人类的血管啊。航空生物学家呢，就依据长颈鹿皮肤的原理研制出了抗和服。超高速歼击机突然加速爬升时呢，会引起驾驶员脑部瞬间缺血，十分危险啊！同样的情况，宇航员在火箭发射时呢也会遇到的。这个时候，抗和服就大有用处了。抗和服内置充气装置，当火箭迅速升空时呢，随着飞行速度的增加，抗和服会自动向气囊充和加压，气囊膨胀拉紧衣面，对腹部和下肢施加压力，阻止血液向下半身急剧流动，避免了大脑因为缺血出现眩晕。抗和服能够增加身体对过载压力的承受能力，减轻宇航员的疲劳，还能够限制体内器官的位移。早期的抗和服用的是弹性较小的尼龙面料制成的，70年代以来改用阻燃织物。为了增加穿着者的活动舒适性，并减少热负荷，囊式抗和服还去掉了裤裆和膝部衣面，腹部、大腿和小腿处呢，通过5个连通的气囊固定在衣面内。
如今啊，抗和服已经是一种常见的空勤特种工作服了。长颈鹿虽然与生俱来一套抗和服，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啊，低头仍然是最为危险的事情。当然，这种危险呢，不是来自于自身血压造成的，而是来自于天敌。那么问题就来了。你觉得长颈鹿喝水的时候是习惯集体喝水，喝完之后迅速撤离，还是有秩序的一个一个的喝，其他同伴负责盯梢放哨呢？大家都见过上岸的鳄鱼吧？四肢交替向前爬行，凶神恶煞的样子让所有的陆地动物呢都避而远之。但是你见过一蹦一跳的鳄鱼吗？形容是在上个世纪的洛萨拉莫斯，除了有罗伯特·奥本海默，还有恩里克·费米、约翰·冯·诺依曼、理查德·费曼等世界上一等一的天才啊！这些天才们聚在一起，当然是要捣鼓出天大的事情。但是他们毕竟也是人嘛，而且还是男人，所以忙里偷闲捣鼓一些自己的小爱好也是很正常的。比方就拿费曼来说，在参与曼哈顿项目期间呢，就发展出了一个小爱好，专门撬开别人的密码锁。我说的撬当然不是真的撬啦，只是费曼非常成功的营造出了一种撬的感觉。他其实显然是真的将保险箱的密码锁给一个个算出来的。好，那我们来看看要算出它们来有多么的不可思议啊！打开洛萨拉莫斯的保险箱需要输入0到99之间的3个数字，比方说97、34、04，或者是25、67、78。所以呢，总共的组合可能有100万种。如果你现在开始就日以继夜的测试这些组合，试图打开其中的一个保险箱的话，你至少得要花上1个月的时间吧。而费曼呢，只需要花6分钟。所以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首先啊，费曼注意到这些保险箱在机械设计上呢并不完美，这就导致了每个数字呢都有大约正负2的容差。例如，如果设置的密码是17、42、49，那么15、44、47和16、43、51也是可以打开保险箱的。
在知道了这一点之后呢，费曼就可以每隔5个数字来测试一次了，将密码的组合数呢减少到了8000。如果就此止步的话，尝试完所有的组合呢，通常平均只需要花6个小时就可以打开保险箱了。可以说啊，时间已经极大的缩短了。但是费曼显然还不满意啊，于是他就继续研究，很快就注意到了另外一个事实：大多数人都会将他们的保险箱密码设置为过去的某个日期。考虑到1个月最多只有31天，1年最多只有12个月，以及只会是从1900年到1942年之间的某一年，组合数呢一下子又缩小了很多。事实上加上机械容差的原因，最终需要测试的组合只有162种了。如此，费曼就平均只需要花6分钟，便能打开同事的保险箱了。但费曼很调皮呀，他可不能让同事知道他能够轻松地猜出他们设置的密码嘛。于是他会带着一个装满了螺丝刀、撬棍和各种人们认为可以破解保险箱的工具的大袋子呢，进入同事的办公室。在6分钟之后呢，他会轻松地走出办公室，带着已经被打开的保险箱，期间根本其实就没有使用过这些工具嘛。而有的时候呢，如果加上一些运气的话，他还会提前完成任务。此时的他呢，会选择先等一会儿，等到了6分钟之后呢，才出来，并且在额头上使劲的冒一点汗，以此来让同事们以为破解保险箱是一项艰苦的体力工作。曼哈顿计划的每个人都以为费曼是靠着这些工具来破解保险箱的，但实际上他只是利用了人们的习惯、机械容差和他的狡猾技巧，实现了这一点哦。我们在很多读物上都看到过这种文章啊，雷达是根据蝙蝠发明的，甚至语文课本里面也有一篇课文叫做《蝙蝠与雷达》。课文里面提到了一个科学家拿蝙蝠做了个试验，发现蝙蝠的嘴能够发出超声波进行回声探路，于是科学家就模仿蝙蝠的特异功能发明了雷达。似乎雷达鼻祖是蝙蝠这个概念呢，已经根深蒂固了，所有人对它都深信不疑。雷达是不是根据蝙蝠发明的？这个问题呢，我们暂且画个问号。先来捋一捋蝙蝠实验和雷达的由来。正如小学课本里面所描述的啊，18世纪意大利生物学家斯巴兰扎尼进行了一项蝙蝠实验。他把蝙蝠关在完全漆黑且没有任何障碍物的房间里面，发现蝙蝠好像不会飞了。难道是光线太暗，蝙蝠看不清东西了吗？于是他又将蝙蝠的眼睛给遮住，放入布有障碍物的房间当中，发现蝙蝠又可以正常飞行，却没有碰触到任何的障碍物了。但当他将蝙蝠的耳朵塞起来之后呢，蝙蝠又开始横冲直撞了。于是斯巴兰扎尼就推断蝙蝠是通过听觉来导航的。遗憾的是，斯巴兰扎尼的这个结论呢太超前了。那个年代超声波尚未被发现，人们无法理解耳朵是如何辨别方向的。因此他的观点不仅没有在科学界产生重视，反而引起了科学家的一片嘲讽啊。1个多世纪以后，美国哈佛大学的皮尔斯教授在1938年设计出一套可以探测超声波的设备。通过这个装置他首次发现了蝙蝠能够发射超声波。又过了2年，格里芬与高拉姆博士呢，通过实验证明蝙蝠能够用嘴发出超声波，并且能够用耳朵来接收遇到障碍物反射回来的超声波，从而进行导航和定位。1944年，格里芬将蝙蝠的这种本领命名为回声定位。好了，蝙蝠回声定位的来龙去脉我们已经搞清楚了，现在我们再来聊聊军事战争的那些事情。1888年，物理学家赫兹发现了电磁波，无线电报、无线电收音机、无线电广播相继问世。20世纪呢，电磁波已经能够用于海上目标的探测了。1904年，德国工程师赫尔斯迈尔发明了一个能够探测船只的装置，这种设备呢可以发射接收电磁波。1922年，美国海军在海上航道两侧安装电磁波发射和接收装置，用于探测来往船只。这些装置呢被认为是早期的雷达。第1次世界大战爆发，飞机呢被投入使用，各国开始秘密研制侦察飞机的仪器。1934年，瓦特偶然发现无线电波可以在荧光屏上显示出来。次年2月，瓦特呢就研发出来了第1台可以探测飞机的雷达了。该雷达可以发射出波长为 1.5 厘米的微波，探测距离可以达到80千米。1936年，瓦特协助英国搭建了第1个雷达站。不仅是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苏联、荷兰等等国家呢，也在同期开始研制雷达装置。到了1939年，雷达技术已经十分成熟了，并且在2战当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此
最早期的雷达早在1922年就被研制出来了。而当人们发现蝙蝠能够发出超声波时呢，雷达技术已经在军事上获得实际应用了。看来雷达的发明和蝙蝠还真的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啊！不仅事件时间线证明了这一点，二者的形成原理其实也不相同啊。蝙蝠回声定位使用的是超声波，超声波呢是一种声波，声波的传递是需要介质的，因此在真空环境下，超声波是无法传播的。而雷达使用的是电磁波，电磁波的传播呢是不需要任何介质的，既可以在空气当中传播，也可以在真空中传播。看来雷达的发明最多就是受到了蝙蝠回声定位现象的启发，二者其实完全是两个独立的事件啊。我们都被这种表面现象的关联性给误导了。看来科学之路上，我们还要多一些刨根问底的精神，多持一些怀疑精神，也许未必是件坏事。这是一枚二战美军使用的100磅通用炸弹，型号为 ANM30，内装高爆炸药。当然，大家不要怕，也不要去举报我，它就是一个用3D 打印制作的模型罢了，里面啥也没有，只不过经过我稍微一涂装呢，显得很逼真罢了。而且功能上除了不会爆炸，也很逼真哦。比方说这一头一尾的2个螺旋桨叶片是真的能转的哦。昨天我有问大家它们是干什么用的，很多人都答得8九不离10，但还不够准确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科学的了解一下它。是的啊，这一头一尾2个螺旋桨呢，的确是炸弹的引信，但它们同时也是炸弹的保险。我们先来看前面的这一个啊，它的型号是 AN-M103，是一个撞击激发引信，也就是说一撞就炸。而为了不让它在弹仓里面一撞就炸呢，它就需要一个保险装置。这个螺旋桨啊，就是它的保险装置了。它必须要转上很多圈之后呢，才会解除保险，使炸弹进入到零爆状态。很多朋友答错的地方呢，就是在这儿了。他们会说螺旋桨是一个延时引信，当螺旋桨一停呢，炸弹就会爆炸。这个呢多半是被影视剧给误导的。实际上大家要记住啊，螺旋桨只是一个解除保险的装置，引信本身是延时还是撞击的，跟它毫无关系。它不转，炸弹撞了也不会炸；它转完了，炸弹不撞，它也不会炸。你记住了吗？好，那么尾部的这一个螺旋桨跟前面的螺旋桨的作用是一样的吗？差不多啊，它也是一个带保险的引信。这枚上面的型号呢是 AN-M160，它虽然也是一个撞击引信，但是也可以设置来稍微延时一点点的，从0.01秒到0.24秒。当然，炸弹的尾部引信呢是有很多的啊，所以也有很多是可以正儿八经延时的，它们会从数分钟到数小时不等，通常也是由一些复杂的机械装置来实现的。但是它们都跟螺旋桨无关啊，螺旋桨的旋转只是在解除保险。你不好奇它是怎么解除的吗？还好我之前做了一个简单的动画，请看演示。当炸弹下落，空气往上吹时呢，引信上面的叶片也就被吹得快速的旋转了起来。连着叶片的是一个最高可以达到100倍的减速齿轮的机构，而减速齿轮用来驱动装着撞针的套筒往外走，慢慢的撞针往外移，来到了激发位置。而与此同时呢，一个巧妙的机械结构也让原本与撞针不在一条直线上面的敌火呢，进入到了撞针的视线范围，一场轰轰烈烈的爆炸，于是便一触即发了。也就是说啊，炸弹一开始在没有解除保险时呢，撞针跟敌火根本就是错位的嘛，那当然怎么撞都不怕了。好，最后这根铜线是干什么的呢？它是保险的保险。当炸弹挂在弹仓里面时呢，铜线会穿过头尾引信上面的螺旋桨上面的小孔，将它们锁住，避免它们意外转动造成麻烦。而当炸弹扔下时，铜线则是被拽住的，于是保险的保险被拉出来了，螺旋桨就能够自由旋转了。这下你们都会了吧？第一个测出光速的人是谁啊？这取决于你对精度的要求了啊。要是没啥要求呢，那他就是伽利略。伽利略试图通过观察两山之间他和仆人打开灯笼的时间差来计算光速。具体是这么操作的：他和仆人提着灯笼各自爬上相隔较远的2座山顶。伽利略先打开他的灯笼并开始计时，仆人则会在一看到远处的灯笼亮起来之后呢，马上就将自己的灯笼打开。当伽利略看到他的仆人的灯笼亮起时，他就会停止计时并马上计算光线往返的时间。但是光线根本没有给他机会嘛，他唯一能够得出的结论就是光线移动的速度远大于他和仆人的反应速度。
换句话说，就是伽利略测出来的光速实在是快得离谱啊！好，接着，如果咱对测量的精度要求稍微高那么一点点，那这个人呢，就是丹麦天文学家奥勒罗莫了。在1668年至1678年之间，奥勒罗莫在法国巴黎天文台观测木卫一的掩食现象。木卫一是距离木星最近的一颗卫星，它的公转平面和木星围绕着太阳的公转平面几乎是平行的，所以木卫一绕木星公转的每一圈呢，都会穿过木星的阴影，形成掩食现象，周期正好与木卫一的公转周期相等，差不多是42.5小时。罗莫在这10年间呢，一共观测并记录了60次的木卫一时的出现时间。结果发现随着地球在围绕太阳公转的轨道上移向木星，他观测到的木卫一时之间的时间间隔呢，在逐渐的变短。而当地球远离木星时，木卫一时的时间间隔则逐渐变长。罗莫就根据这些数据计算出，当地球距离木星最近的时候，木卫一时的出现时间将比按照它的公转周期所预测的时间呢，提前11分钟。而在6个半月后，地球离木星最远时，木卫一时将比预期的时间晚11分钟出现。他意识到这种现象一定是由于光线的传播速度所导致的嘛。在不同的位置，由于光线穿过的距离不同，所花的时间当然就不同了。因此，根据地球轨道的大小，他所计算出来的光速为20万公里每秒。显然，罗莫的测量结果呢还是不够准确的。那到底是谁第一个将光速的测量提高到接近现代最精确的数值的呢？答案是英国物理学家詹姆斯·布拉德利，时间是1728年。前一年也就是在1727年，布拉德利一直在测量天龙座中最亮恒星埃尔塔宁的位置，而测量的手段称之为视差法，即我们观察到的恒星位置的小变化。布拉德利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在他的时代虽说地球和所有行星都绕太阳公转的日心说呢，已经被天文学家普遍的接受了，但是它尚未被天主教会接受。许多天文学领域以外的思想家仍然相信老旧的地心说，而要说服他们，只需要找到恒星的视差就可以了。它能够充分说明日心说的正确性。然而，布拉德利发现埃尔塔宁的位置呢，并没有如预期的那样发生变化。尽管他在这一年当中的确发现了其位置的微小变化，但这个位置的偏移与视差应该引起的偏移明显是不同的嘛。在试图解释他的观测结果时呢，布拉德利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效应它后来被称之为恒星光行差。这个发现不仅证实了日心说，还帮助他对光速进行了准确的测量。咱们简单的描述一下什么是恒星光行差想象一下你在雨天跑步，即使雨水是直接从天上垂直着落下来的，但因为你在向前跑，所以呢，你会感觉到雨水像是从前方斜着打在你的身上的。这就是因为你的运动改变了你观测雨水落下方向的视角。同样的当地球在太阳周围运动时呢，我们看到的星星的位置呢也会有类似的变化。尽管恒星实际上并没有移动，但由于地球的运动，我们观察到的恒星的位置呢也有所偏差。这就是恒星光行差的现象了。所以我们对所有恒星的观测中都应该要考虑它并校正它。显然，前人奥勒罗莫在通过观测木卫一时来计算光速时呢，并不知道有恒星光行差的现象。现在布拉德利回过头再去看罗莫的笔记，他心中就有数了。通过比较相隔6个月的恒星观测角度，再结合地球在轨道上面的速度，布拉德利计算出来的光速为301000公里每秒。这个与现代的观测结果已经相差无几了。你学会了吗？今天我们来开一个箱，这是什么箱呢？据说是一个神秘的新产品，倒着拿出来。好，真容现身了，戴森的新款洗地机叫 Wash G1。我们来看看它的外观怎么样。这东西，这是什么？定制地面清洁剂然后这个应该是它的一个底座，这个是它的电源插座。照着第一步，咔，听到声音了。把它往这边一插，底座就搞定了。要充电的时候呢，只需要一放，这边是接电源的，接到就可以充电了。充完电之后就可以劳动了。哎呦！不动。它这个里面都可以，它那个就是
连着蘸。滚刷。也是。哦，一抽就好。这个需要洗一下。至于它到底有哪些黑科技呢？我18号会去现场参加戴森的线下发布会，届时咱们再把它搞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哈。错过了一次诺贝尔颁奖，我这次呢就再不能错过第2次了啊！雨果奖，俗称科幻界的诺贝尔奖，马上就要颁发了，咱飞去现场看看这次花落谁家啊！我告诉你，连签证都不用办，因为本次举办世界科幻大会以及颁发雨果奖的地方呢，就在成都。对了啊，我的家乡成都，一个诞生了科幻世界杂志的地方，一个被称为中国科幻之都的地方。走起啊！哇，现场实在是太精彩了啊！连续5天，每天都有高密度的脑洞沙龙，比如说吸血鬼怪谈、脑接接口打开数字孪生时代的钥匙、科幻作品中的10大未来科技、外星人在哪儿、费米悖论的第 N 个答案等等等等，多样的形式，丰富的内容，保证把你的脑洞炸到极限啊！而且你知道这些沙龙的嘉宾都有谁吗？刘慈欣，中国第一个捧起雨果奖奖杯的作家，《三体》的影响力已经不用我再多说了吧？罗伯特·索耶，加拿大科幻教父，科幻文学大奖大满贯的得主，拿奖已经拿到手软了。还有理查德·泰勒，一个需要将奥斯卡小金人抱着才能展示给你看的男人。作为电影特效大师啊，他已经斩获5个奥斯卡和数不清的其他国际大奖了。当然还有莱斯利·罗宾、大卫·赫尔、尼尔·克拉克、吴京、郭帆、王靖康、韩松、荷西等等大咖。我感觉我这2只手已经是数不过来了。能够在现场听他们高谈阔论，能有机会在这座星云状的世界科幻大会主场馆里面同他们偶遇，甚至还能够和他们互动，作为一个科幻迷来说，三生有幸啊！其实呢，我从初中开始，科幻世界就是我最爱的一本杂志啊，哪怕饿着肚子也要先用伙食费把杂志买了再说。那可是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啊，一个信息获取呢还远不及现在的年代，而这本充满魔力、似乎来自于未来的杂志，自然就成为了我拥抱世界的重要的媒介了，也让我从此就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科幻迷了。然而，有一些人受到它的影响就更大了，比如咱们耳熟能详的中国科幻4大天王王靖康、刘慈欣、荷西还有韩松了。他们最重要的代表作呢，都诞生于科幻世界。其实当年我就是追着他们的连载长大的，所以说啊，科幻世界是中国科幻作家、科幻迷、科幻产业的摇篮，一点也不为过。而说诞生了科幻世界杂志的成都是中国的科幻之都，也一点也不为过啊！我相信，正是自带着科幻的光环，正是繁荣的科幻产业，正是对科技和创新的拥抱，才吸引到了这个诞生接近100年的世界科幻大会，选择在成都举办，让成都又一次通过科幻与世界结缘啊！你要奔向哪儿？我要奔向远方，奔向未来。